这里是甘肃天水的一处古宅，是目前国内西北地区唯一现存的明代官府地。这个古宅里面的建筑大部分是明清的，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，所以也是天水民俗的博物馆。这个古民居是分为南北两座的，他当时这个房子主人是姓胡，古月胡，他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而留在这里的地方，所以落户在天水。后面呢，在嘉庆年间以及万历年间又重新兴建了，所以说这个家族越来越大，留下了很多这种民居，很大的古宅。这个房子大概有400多年的历史，然后慢慢修建，有一些修缮，大部分建筑是明清的。我们现在在看的是叫影壁，这个影壁在明代时是有海水照样的图案，但是现在可能时间悠久，已经看不清楚，上面没什么东西了。这个影壁在传统的四合院民居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，可以隔离院内外的区域，还可以防止外人窥视到院内，很多地方都有。从这里也可以进入院内，看看左右有2个门，就是一左一右，这2个是有区别的。为什么有2个门？因为西门这里进去就是以前主人居住的地方，东院为当年的族人或者仆人居住的地方，就是右边，所以说这个非常有特点，所以才有2个门，这个让大家了解一下。这个是一个主人居住的宅院，我们来看看，里面有很多人物在这里，大家发现没有？这个是主人夫妻在迎接客人，当然这个是属于礼服一样的，这个不是结婚的。然后旁边是2个客人来，这个是明朝的衣服，明朝的感觉像官服一样的，这跟清朝的还是有区别的。这个是供奉家里的我们说的祖宗一样的，看看这个建筑，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建筑是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，它整个房子这个是明清建筑的风格嘛。这个服饰应该说是一个大户，这边呢应该就是他的卧室，这个就是我们说主人居住的地方。主人呢有正厅，就接待宾客，然后旁边是休息室。你看从这个床就能了解到，一般的家庭没有这种条件的。像这些大家族，他自然而然重视教育，所以他们就有私塾有书院，这个在很多家族都有。我们上次看那个唐家大院，还有宝鸡那个都是有私塾有书院的，所以我们来看看这里的书院是什么样子的。看看上面这4个字，玉璞英才，这个意喻就是希望胡家的贤人和树的枝叶一样繁多，就是一种含义嘛，希望读书人多，人才多。旁边眼前我们看到宁静致远，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，这是表达君子品格的名言，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。这个就是胡家的小孩和老师在一起学习的过程，老师在教他，因为大家族嘛，可以1对1的教课，1对1的学习，这个在古代这个是很平常的，大家族人。这里又是一个院落，它这里是摆放一些东西的，你看这是花轿，就是他们成家时候用的，大家族成家是一大喜事，也是一个我们说的转折点一样的人生的大事嘛。这里摆放的都是一些结婚的东西，我们说的你看聘礼一样的或者嫁妆一样的，这个看电视都能看得到了，抬着箱子过来，古时候都是这样的，跟现在不一样。这里是一些厢房，因为它这种院落，古时候的院落一定会有东西厢房的，一般是你看这个很多建筑都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，当然现在摆放的东西不一样啊。可以这样说，这个地方纵横八错，很容易迷路的，很容易找不到地方。这个地方是哪里呢？这个地方是厨房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厨房它在庭院的中间一样的，这个当然是现在仿占的，不是那个时候保留下来的，这看东西都看得出来。这个厨房挺大的，这个古时候的厨房也大，现在农村的厨房很大，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城市的厨房很小，但是农村的厨房就相当大。这个是灶台，这个很多城市里面的是没有见过这样的灶的，一般都是农村才有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它这个建筑基本上都是这种明清建筑风格，所以很多建筑都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，这个很难得啊。看看这个雕刻，这个肯定是保留了很久了，看那个木材的年代就知道。我们眼前看的这个房子是绣楼，古代小姐居住的房间，有2层。为什么是2层呢？因为古代到这了，女子在深闺是不能出门的，所以有丫鬟，丫鬟在1楼，小姐在2楼。这1楼就是丫鬟居住的地方。听说当时里面我没找到，通话有一个传声筒一样的，她小姐是不能下楼的。
这个是楼梯，我们上去看看，走近一点看。刚才那个楼梯是新修的，因为里面老的楼梯是有点损坏。大家看看，这个就是小姐在练艺术吧，我们说练琴这些，古筝。古代的女子啊，基本上就是生活在这个一个很狭小的空间，不像现在能到处走走。以前估计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出过这个家宅。看看这里还有个巨大的银杏树，这个银杏树已经结果了，刚才听到的是可以吃的，银杏树的果本来就可以的。这里面还有皮影戏表演，基本上可以看到这里绕来绕去很容易迷路的，所以这些地方说句实话，没有路标的话，基本在这里面转可能要转1个小时，纵横交错的，就跟迷宫一样的，所以证明他古代这个宅院这家福姓人有多么豪华，这个房子有多么奢华。这是一个旅行团。